当暗恋10年不再是套路，甜宠剧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糖分堆砌。从最初的轻松撒糖，到如今观众对真实感与情绪深度的追求，类型正在悄然升级。而10年暗恋这一设定看似熟悉，却极具挑战。它不仅考验剧情结构，更考验演员对于时间与情感沉淀的掌控能力。王星越与邓恩熙此次携手，将暗恋这一主题从表层的暧昧互动推向更深层的人性表达。10年不只是时间的跨度，更是成长、误解、错过与再次靠近的交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观众期待的不再是简单的他爱他，他不知道，而是每一个眼神背后的隐忍，每一次沉默中的挣扎。当暗恋被赋予重量，它便不再是套路，而是一场关于青春、选择与遗憾的真实演绎。王星越近年来逐渐在年轻演员中崭露头角，他的表演并不依赖夸张的情绪释放，而是以细腻与克制见长。在暗恋型角色中，这种特质尤为重要。一个暗恋10年的角色，最难的不是爱，而是藏。如何在不说出口的情况下，让观众感受到情感的存在，是对演员最大的考验。王星越的优势在于，他能够通过微表情与肢体语言，将内心的波动层层递进地传递出来。从眼神的停留，到不经意的回避，再到关键时刻的情绪爆发，这种由内而外的层次变化，决定了角色是否真实可信。如果处理得当，他所塑造的角色很可能成为近年来甜宠剧中最具记忆点的暗恋男主。相比之下，邓恩熙的挑战则在于成长感。一个被暗恋10年的角色，往往并非一成不变，他的变化是推动剧情的重要动力。邓恩熙过往作品中已经展现出一定的灵气与自然感，但此次角色需要的不只是可爱或清新，而是更复杂的情绪层次，从懵懂到察觉，从迟疑到回应，每一个阶段都必须真实且连贯。他需要让观众相信，这个角色并非刻意迟钝，而是在时间与经历中逐渐理解情感的意义。这种转变，如果处理的细腻，将为整部作品提供极强的情绪共鸣点。当观众在他的变化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这段被爱与未察觉的关系才会真正打动人心。过去的甜宠剧往往依赖高密度的甜蜜桥段来吸引观众，但随着观众审美的提升，单纯的撒糖已经难以支撑一部作品的长期热度。如今的观众更渴望的是真实的情感逻辑。为什么爱？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错过？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，再甜的桥段也会显得空洞。10年暗恋恰恰为这种升级提供了天然的土壤。它允许剧情慢下来，让角色有时间成长，让情感有空间发酵。真正打动人的不是表面的甜，而是那种差一点就错过的遗憾与终于没有错过的释然。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在节奏与情绪之间找到平衡，那么它很可能成为甜宠剧转型中的重要一环。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爆款，从来都不是依赖某一个单点优势，而是多重因素在同一时间形成共振的结果。其中，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，往往是观众第一时间能够感知到的核心吸引力。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观众是否愿意继续追下去。王星越与邓恩熙的组合恰恰具备这种尚未被过度消费的新鲜张力。他们不是市场反复验证过的固定 CP， 也没有既定的情感模板可以依赖，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成为优势。因为观众无法预判他们的互动模式，每一次对视，每一次停顿，每一次情绪错位，都会带来真实而不可复制的观感体验。如果两人能够在表演中建立一种近乎生活化的交流节奏，不是刻意设计的甜，而是自然流动的情感，那么这种像真的一样的氛围将极大提升观众的沉浸感。更深一层来看，真正高级的化学反应
并不只是甜蜜或默契，而是有来有往的情绪博弈，它在隐藏，它在迟疑，它在靠近，它在后退。这样的动态关系才会让人物关系持续产生张力，而不是在早期就消耗掉所有期待。与此同时，叙事节奏则是决定作品能否留住人的关键结构。暗恋题材天然具备慢的属性，但慢并不等于拖。如果缺乏清晰的阶段划分与关键情节点，观众很容易在重复的情绪表达中失去耐心。因此，创作团队必须精确设计每一个转折，何时第一次意识到心动，何时产生误解，何时关系出现裂缝，又何时重新连接。每一次情感推进都应该有明确的诱因，一句话，一个场景，甚至一个未完成的动作。而每一次关系变化也必须建立在前期细节的积累之上，让观众在回看时能够恍然大悟。只有当情绪与剧情形成闭环，观众才会从观看故事转变为进入故事。当化学反应提供情绪入口，叙事节奏构建结构支撑，这两者一旦形成合力，作品便不再只是被消费的内容，而是一段可以被记住、被讨论，甚至被反复回味的情感体验。这才是爆款真正的底层逻辑。10年暗恋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爱情本身，它更像是一段被时间反复打磨的情感试炼，也是一面安静却诚实的镜子，映照出人在成长过程中最真实的内心选择与无法回避的遗憾。10年的长度让喜欢不再停留于一时冲动，而成为一种习惯，一种信念，甚至是一种不被言说却始终存在的生命背景。在这样的情感结构中，说与不说从来不是简单的选择题。有人鼓起勇气将压抑多年的心意说出口，哪怕结果并不完美，也至少为青春留下一个清晰的答案。也有人选择沉默，把爱意藏进日常的细节之中，用陪伴代替表达，用时间对抗不确定。表面上看，这是性格的差异，实际上却是每个人面对情感时的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等待与错过之间那条微妙的界限。有人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失去时机，当回头时才发现对方早已走向另一段人生。也有人在错过之后才真正理解那段感情的重量，从而学会珍惜下一次的相遇。这种带有遗憾的成长轨迹，正是现实中最普遍也最具穿透力的情感经验。观众之所以容易被打动，正是因为他们在角色的选择中看见了曾经的自己。因此，当王星越与邓恩熙去演绎这样一段关系时，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，并不是情节是否足够甜，而是他们能否让观众感受到那种来不及说出口的复杂情绪，以及终于理解彼此的迟来温柔。如果他们能够把这种跨越时间的情感层层展开，让每一次对视，每一次错过都具有真实的心理动因，那么这部作品就不再只是消费情绪的甜宠剧，而是一段关于自我认知、关于成长代价、关于人与人之间理解与错位的深度表达。也许到最后，观众记住的并不是某一个浪漫桥段，而是那种隐隐作痛却又温柔释怀的感觉。原来我们都曾在爱里犹豫，在时间里成长。而10年暗恋真正珍贵的地方，正是在于它让我们看清，有些爱未必圆满，但它确实塑造了更成熟的自己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这段关于10年暗恋的故事让你有所触动，欢迎你思考并分享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你是否也曾经历过一段没有说出口的感情？如果可以重来，你会选择勇敢表达，还是继续沉默守护？你认为未来的影视作品应该更偏向甜，还是更注重真实与深度？你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推动内容创作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。也欢迎点赞、分享，让更多人参与到关于情感与成长的讨论中。或许真正打动我们的，从来不是爱情本身，而是我们在爱情中成为了怎样的人。